我会用它的 identify 它的名字哈，这一台机器的名字，像我习惯就是用它的这个名字哦，避免后面去搞混了啦哦。所以这边我通常是会用你的这个名字，所以这边你如果是要用你的自己的学生 ID 啊什么，你可以自己取哦。那你把它放在这边，那我为了名字有一点不一样，我就把它，因为前面已经用过了哈，我就把它稍微取个不一样的名字。好，那再来呢，这台 PC 这个好像是别名啦，那真正你要连接的话，这边是用实体的 IP 啦哈。那我们这边的 host name 这个 tricky 的地方，就是说你要怎样去连到那一台。那其实 RDS 为了我们那时候选的时候，为了避免它每次启动会有不同的 public IP， 所以它是用一个 endpoint 这个东西哦。所以你在你这一台机器里面database 的这一台，你点选 connectivity 这边有一个叫 endpoint 这个地方哦。所以这边就是你自己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地方要用这个 endpoint， 那你把它填在这里填在这里。好，那 port 当然是我们知道 MySQL 就是3303啦哈。那这一个 username 就是那时候在上一个章节我有跟各位提醒的话就是说它里面我们那时候在设定的时候是设 admin admin 所以那时候我们没有改那个名字，所以这边就要用 admin 那第二个呢是你的 password 要写在这里稍微这边按一下，那你一定要记得你上一次设定了什么 password 然后把它存起来。好，那就是简单的给个名字，然后它的 host name， 然后admin 账号，那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去做一个连结。那我们先测试一下test 一下。那我这个示范应该是有问题的你们应该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应该是要把昨天那个例子留下来才对。好，那这边为什么说是有问题呢？事实上我再回去看一下因为其实有一个东西是要额外加的，我没有跟你们一致啦所以这边可能就是要小心一点，我再回去看一下其实在你们的 database 里面，你们一开始应该是会遇到这个问题啦，只是我这个已经设过了啦，所以会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事实上每一台机器里面这个 database 这个好像是一台机器，它都有一个叫 security group 在这个地方那所谓 security group 你就把它当成就是防火墙就好像你那一台 database 外面附了一层防火墙去挡掉一些不要的人进来我们只能容许特定的人可以进来那这个 security group 你在这边把它按一下，应该是可以进来。好，那这边比较 tricky 的地方是因为我这边已经把它打开了啦，这边这个里面有一个叫inbound这个东西inbound这个东西你们一开始应该是没有的啦，我把它缩小一下那我进去看一下这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叫 edit 界面，哇，我切不过去。好，这边有一个叫 edit 界面那在右方面。事实上你们一开始事实上是没有这一个3306的啦那我就先把它 delete 掉模拟一下跟你们一样的情形那我把那个3306杀掉以后，事实上你们第一次连结应该是会长得这个样子哇。不好意思，太快了，我加一个模拟一下跟你们一样的好，那
我用这一个原先的这一个好了啦。好，因为我刚刚把这一台刚刚那个3306 Pro 把它拿掉，其实一开始你的防火墙是没有把那个通道打开的，所以理论上你那个没有打开，你们一开始第一次，怎么可以进去？哦，不好意思，我里面又多了一个哈，我应该是要把昨天那一个范例留下来才对。好，我把另外一个也拿掉好了啦。哦，这一个我会把它 delete 掉。哦，所以它其实一开始它是蛮严格的，就是没有人可以进来哦，因为一开始它是安全性上面，除非你允许，那不然是没有进来。所以英镑就是防火墙，它允许谁可以进来哦。那这边我应该是要储存啦，我刚刚可能没有储存的样子。好，那我这边就是把那个防火墙存了以后，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试一次。好，那一台机器我已经把那个英镑那个路全部拿掉，所以理论上现在没有人可以进得去的了。好。所以正常就是你们第一次会遇到一些 cannot connect to database 啊，那这边有巴拉巴拉巴拉一堆，其实重要的就是它的 port 没有打开哦，你可以看到这一边哦，就是说它这一个里面的3306没有打开哦，它是因为被防火墙关掉了，所以这是因为在于它的 security 方面哦，它也是蛮严格的。那这一块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你就要注意一下下。好，那我们再 try 一次的话，我这一次就是去那一边把这个防火墙打开哦。那这个 security group 我猜你们有人可能一开始会找不到哦，所以我再从头进来一次给你看，去怎么找到这一个防火墙的英镑。好，那你到 database， 这是上一次你建的哦，这台是你建的那个 database relational RDS 的 instance。好，那除了这边的 connectivity 跟 security， 在这个地方里面，你在这个地方有个叫做 security 哈 ，VCP security group 哦，那你在这边压一下。好，那这边理论上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这 security group 哈，什么防火墙，当然那个规定怎么可以进哦，英镑入我就是可以进的，然后澳镑入我就是说定义是谁可以出哦。那通常 security group 是个 state 的一个 stateful 的一个 security 哦，所以它只要你能从那个 port 进，它就是一定给你出，它会记住你哈，叫 state。那所以我们只要管这个英镑就好。所以一开始这边它根本没有允许任何人可以进来，所以谁都进不来哦。那在防火墙这边就被挡掉了哦。那我这边有一点点被贴过去了哈，我刚刚不知道怎样是修不过来啊。这边有个 editor， 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要加一个 rule 哦。那我们加什么的 rule 进来呢？其实你在这个 type 这边你可以选，因为我们是MySQL 哈，它里面系统已经帮我设好了，所以你就是选到这个 MySQL。Aurora 这样是同样一个哦，它自动帮你选3306。那这一边是你进来，然后你要从哪个地方来哦，它会限定说，你也可以限定说只有特定一台电脑哦，这个是安全性的管控，就是你连到这台只能容许某一台哦，这边就是买 IP 哦，你可以去查你是哪一台电脑 ，create 就只能从那一台，这就很严格了。那可是我们一般在测试的时候，我们就说啊，任何人都可以。那事实上，你可以设定只有某一台电脑哈，还是某个 range 哦，哪个 domain 的可以连续，这样安全性会比较高。那因为我们是方便起见我们就选这个是好，然后它就会说0000哦，那这是有关于云端
计算机网络里面010就是完全不挡的意思啊那你就把这一个加进来我们就把这个 rule 也一样把它存档加进来，所以你在下面就会看到你的英镑 rule 多了这一条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测一下那这一次可以连了吗？再测一次，那这一次因为那个管道已经打开了，所以它应该就可以连过去了。好，那这个就是连过去的样子啦。不过你们连过去的样子，第一次应该跟我是不一样的啦，因为你们第一次连过去应该是只有 system 这个东西，你们根本没有 database 这个东西所以这个 database 是你后来才再建上去的。那我们等一下会跟你再示范一下，如何建这个 database。好，那这一边有关于这个启动的情形那我再跳到好，所以这边是属于启动，然后新增那我刚刚也跟各位介绍过就是这边我就是用那个的名字，还是你可以自己取然后这个是 instance endpoint 你去找那个，然后这边就是记得把它改一下，然后 storage key 记得要做那这个就是你如何去找到那个 endpoint 的名字，然后点击这是我刚刚示范过的第一次会错是因为你那个 port 没有开防火墙那个 port 要连过去，它从那个地方连进来，你要把它打开这是示范说你如何去改那个位置所以你在英镑 rule 这边 edit 英镑你把它改掉那你加一个就可以把它加进来。这是我刚刚示范过了啦就是把那个窗口打开，然后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然后确定好你再次点击那就可以正常的连线的那这边是你第一次连线进来应该长这样子干干净净的，只有 system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好，那第一个动作就是其实你连到那里面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在资料库里面第一个就是要 create 一个 database 那它里面也有它的这一个里面有 depot 它的 command 那它已经有操作视框界面叫 create schema 那你可以用这一招试看看，那我来示范一次给各位看。好，那这边其实一开始你们应该是空的啦，不会像我这样子那这边你压一下，压不出来，确认一下。System 它应该也在 create schema 这个动作。好吧，那我们就直接下 command 好了，我忘记它这个操作界面里面是用哪一个，我记得是这一边这可以直接就 create 那个 table 了，那我一时找不到。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如何去产生这个命令呢？那你可以用这边这个叫做加 SQL。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不要用它的了，我们可以用传统的 SQL 的命令，也是一样可以产生那个 database 那这边的命令就是叫做 create CREA 我们直接用 SQL 的命令那叫 create database create database 后面就是要跟你那个 database 的名字，像我这边有个叫 DB TDCS 那这边是看你啦那我是因为我们的那你给他一个他好像不能用这个 hyphen 一定要 underline 他可能他的名字有限制所以你只要用一个名字叫 create database 这样也可以啦，因为我刚刚在这边我
这边不知道怎样子，这个不知道哪个关键点我没按到哟，那这边应该是可以按到 Create Schema 哈，打进去就可以了。那没有那一个界面操作，我们直接就用这样子也可以哦。所以你就是在这边加一个 SQL 的命令哦，加一个 SQL 命令，然后打 Create Database DB 哦，再取个名字。那你做好以后，你按一个执行哦。You must error。好，所以它是不用那个分号了，我自己多加了哦。那你这样子，它就会 create 那个 database 出来啊。你会看到，这边怎么没有呢？哦，那这个就是去把它 refresh 一下就好了。哦，应该是有 refresh 吧。哦，现在压出来了哈，刚刚的那个 create schema 是在这里啦。哦，那你做完，其实它不会主动的去做同时，所以你把它 refresh 一次哦，那这边就应该可以看到你刚刚创建出来的这个 database。那目前它里面都没有哦，目前就是说都没有那个表格啊，因为它一开始一个 database 里面是空空的。好，那这边就是说我们利用了这个MySQL Workbench， 那如何把它做 create 这个 database 出来？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如何把资料然后做一个上传的一个动作。好，那这边我们介绍 create 这个 database 出来以后呢，那正常就是说，你会产生出这个 database 出来，可是里面目前都还空空的。那我们要怎样子把这些资料做上传的动作呢？那我们直接比较简单，是它里面就有提供在这个 database 我们可以提供把资料上传，它有 Wizard 就是把你写好的这一些比较好的，它都精灵了它已经把这一些你们常用的把它写成一个 tool 你就可以用它来上传。好，那你上传当然第一个你要有资料你要有资料。那我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资料啦那我这边就先准备了一份先准备了一份给各位测试用了我就先把它下载下来，你就可以假设你已经有的那就不用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那这边是为了让各位讲说，那怕各位没有资料的话那所以我就先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哇，我放在这边会抓不到。不好意思因为这边是我的电脑，然后这边是我桌机，我应该是要在这边放了好，那就是说那一边就是你可以下载，所以就是说确定你的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份那个资料那我就随便找一份好了啦。那这个就是你要先确定你在 logo 端有一份那个的资料好，那我们再来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个资料送上云端的那一个 relational database 里面。好，那这边我们就是可以采用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是 local 端。好，不好意思我因为有用了2台电脑在做切换好。那我们示范一次这边目前都是空空的，那我们如何把资料从地端借由这一个程式这个 MySQL Workbench 然后把它送到云端上面去。好，那这边简单的就是说你在这个 table 这个右端你应该可以按一下应该是这里吧那你按这个 database 它应该有提供一个叫做tab 这个字有一点小叫 table data import wizard 所以你在 database 这里然后找出这一个它的服务那它第一个当然是你要把哪一个要往上送了那你就是去把那个档把它找出来那我这边有很多个啦很多个，那我们就选一个好了
那这一边其实要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档呢，有一点点 tricky 啦哈。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讲说，因为你这个档是直接从 TDC 网站下载下来，还是说我们是用我们的原始的那个爬虫程式抓下来？因为这个有不一样，因为原始抓下来那个资料是没有栏位名称的，可是你如果是利用我们的爬虫抓下来的，我们有把栏位名称装上去哦，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这边可能你自己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那我们选择那个，我们就按 Next。哦，那它可以，你可以把它加到原先有的 table 哦，还是说，我就从里面哦，再新 create 一个哦，那我就这边你也可以改档名啦，哈，那就放到那个地方去，那我就把它按 next。哦，那这边其实哦，所以这个档是没有档名。没有给档名的啦，哦，所以这个是原始资料哦，这一笔是原始资料，所以这一边如果你这样做，会把第一个栏位当成原始资料，那我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可以不要有那个栏位名称，因为它把它当成栏位名称是错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确认那个栏位名称，因为它就没有给栏位名称哦。我看进去 ，You need space by at least one column， 所以我们用的这一笔资料是有问题的。好，我们找一笔我们原先是有做下载的了，我看这边有没有。好。我很幸运的找到有一笔哈，像这一个29的这一个哦，那这个是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是我们用爬虫下载下来的哦，所以我们那时候爬虫下载下来有加那个栏位的名称，所以用这一个应该是它过去那一关才会比较好。你如果原始是从 TDC 下载，它没有栏位名称，它那一关就不让你过哈。那我们在那边还有再加索引进来哈，就是除了这一个以外，然后还有加这一些索引哦，给它做一个编号。好，那我们再试一次好了哈，我们再试一次。所以同样的这个地方呢，哦，那你这边有个 data import， 好，那我们不要用这一个了哈，这一个是没有栏位名称的，我们再试一个新的。好，我刚刚试好像是29这一个。我刚刚试的时候确认一下29000的这个好，回不去。29000哦，这刚刚我们在这边试过，就这一个是有栏位的哈，就是说这一边是有栏位的，那我们就选这一个好了。好，那这个会比较顺利，是因为我们不是从原始的 TDC 下载，我们是用我们裸巴的下载，所以下来的时候我们有把那个栏位名称放上去，那这边你可以改它的 field type 啦，哈，就是说它的那一些属性，那 Debo 已经帮你侦测了，那你要改可以哈，例如说像这边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time step 哈，就是说它的这些 MySQL date time 什么的哦，那这边就是资料库，每个资料库都不一样哦，它会根据你的资料库，然后它有哪一些 type。那这边我们就先不动，我们先试一下，就单纯的汇进来就好了。哦，那我们单纯的 import 这个 file， 那应该是不用改好 next。好，那这一边它就会开始去做一个从你这一边哈一笔一笔资料哈把它上传上去，你这边可以看到 show log 档哈，它就是一笔一笔资料
哦，你看有 data import， 它就事实上就是从这边哦，然后抓一笔，然后把它传上去，抓一笔传上去哦，它就是一直重复的这样子的工作，把这些资料把它传上去。可是这边很实际上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的上传的速度啦，哦，像我们这样子啪啪啪啪啪哦，我们大概过了30秒钟还是40秒钟吧，哦，那它就是这样一笔一笔传。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它传多久呢？我们下来偷看一下这个的资料哈。那以这边来讲，它的资料有多少笔？哦，28000多笔吧。哦，大概是28000多笔。所以按照这个速度的话，你要从我们的地端，然后用这样子一笔一笔放上去，那事实上大概是做到天荒地老啦。哦，大概就是你这样做的话，应该会做到类似就是天荒地老那个样子哈。所以这边大概不大可能，就是说，让我们用这样子的模式哦，一笔一笔做上传。那为什么我还要特别安排这个桥段让各位来尝试呢？因为我们做大数据资料处理跟一般我们做资料库处理不一样的地方是，其实一般我们在学校还是说你在做练习的时候，其实你通常没有考虑到速度传输的问题，因为给你的例子都是小小的几笔，为了上课期间要搞不好给你120笔啊100-200笔而已，所以你很难去体会说，其实在资料传输上面，在大数据里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issue， 你不要把它当成没有什么小小的当然是没有问题，你觉得这样是很熟练的，可是在大数据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很 critical 问题，当资料量一大，这一些问题才会浮现出来。所以我故意做这一边是让各位去体验到，就是说我们在做大数据资料处理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考虑到这个速度传输上的问题让你一个体验像我们这样才传了多少笔那大概做到天荒地老也做不完搞不好还因为 section 太久的关系，还是说我们被断线了那这一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所以到这边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继续把它做完所以我就会把它做一个 cancel 的动作。好，那虽然说我们就是把它 cancel 掉了，因为这个2万多笔裸照这样传，应该传到天荒地老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偷看一下，就是刚刚有传上去的那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可以偷看一下。不见了。速度有一点慢。好，那事实上就是说，你再次连上去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去原先我们刚刚 create 的那个 database 然后去它的 table 下面，事实上你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传上去那个表格已经在那里面了，只是里面的那个 record 的数目可能只有十几笔还是多少笔而已，它不是会把28000多笔整个传上去那这个就是各位可能就是你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传资料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个也要注意的一点，不是说我里面有资料就好，其实你在做大数据的时候，其实你要去检查说整个资料是不是有完整的传上去，所以你要去检查那个笔数不是说我传了然后里面有资料就好，其实你要去做那个检核的动作，到底有没有完整的上传。那这一部分其实是各位要很注意的地方那这边有一点卡住了啦那我就先跳到投影片的部分，帮各位再做介绍好，那这边就是给各位准备了一份让你去测试用的那你正常用那一份825的这一份，那这一份做起来应该是给你那个资料应该是我们自己从 Robot 下载的啦，写那个那个爬虫所以我们自己有把那个栏位加上去栏位名称，
然后还有帮他建一个索引哦，做一个就是它的 primary key 啦哦，这边是有做的。好，那这边我们大概是没有改了，你要把它改也可以，像我就把这一个 time 改成 date time 哦，那这样传上去就是说，它这里是一个时间标，先几点几分离开，几点几分上去哈、哦，经过哦，那这边是我们刚刚做过的哦 total 哦，那这边大概是 refresh， 那正常你应该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个的单位会跑出来。那你可以用 table inspect 哦，就可以看到你到底传进来的资料对不对哦。你可以从这一个它提供的界面，大概有抓到，只是蛮可惜的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装下来。所以这边是我刚刚跟各位提的，不是看到有资料就好，其实后面很大段都断掉了哦。所以我们在做这种大数据的资料传输，其实不要看到有资料，你要先确认，大概是完整有没有张下来。所以我的测试大概是50笔，大概要2分多钟啦，2分接近3分钟。可是你可以想象说有27000多笔哈，以825这27000，你要做到天荒地老哦。那这当然是牵涉到我们的 MySQL 那一台机器啊，因为我们是用阳春型的，用大台一点速度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啊。可是我猜也是相同的问题哦。所以这边的问题就是我们从 local 端要做上传，其实这是一个 put political 的问题。那这种不 political 的问题，其实你们一般在做资料库的处理的时候都不会体验到，因为那个人没有多少笔，忍一下也是可以过。可是我们才传1个小时，我24小时，那这个根本是一个不通的路哦。所以在做大数据跟资料库，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一边在做资料传输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这个问题哦，大量资料的问题要想进去哦。那我们当然是这边就是简单的一个做介绍。那我们